大家好，我是丽姐。干相亲红娘这一行啊，也有些年头了。这些年里，我就像个在婚恋江湖里闯荡的侠客，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和千奇百怪的事儿。今天呢，我就迫不及待地想跟大家唠唠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儿。那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彻底刷新了我对高要求这仨字的认知。这事儿的主角是一位35岁的女士，咱们就叫她小静吧。在婚恋市场里，35岁的姑娘确实不算年轻了，就像一朵盛开过盛期的花，虽然依旧美丽，但少了些初绽时的鲜嫩与娇艳。小静呢，不仅年龄上不占优势，那眼光啊，高的就像挂在天上的星星，要求也是多得像牛毛。我给人牵红线这么久，就觉得她和其他来相亲的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对男方的要求那叫一个严格，甚至可以说是苛刻到了极点。他这择偶标准啊，我是真的没法理解。我琢磨着，可能是因为以前一直没碰到合适的，这心里啊，就像那越攥越紧的拳头，心态变得越来越挑剔。你想啊，年纪越大就越害怕错过些什么，所以他这标准就跟那火箭似的，蹭蹭往上涨。他倒不是对男人的品性有多高要求，而是把目光全盯在了人家的钱包。家庭背景甚至社会地位上，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那嘴巴一张就跟我说道，我要找的男人啊，必须得有房有车，最好银行账户里能有个几百万。当时我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心想这要求可不低啊，简直就是个大目标。不过呢，既然他都这么明确的说了，我这当红娘的，也只能硬着头皮给他安排一些条件还算不错的相亲对象。说起来，在我这么多年的红娘经历里，这种情况可不少见。好多人刚开始相亲的时候都带着一肚子的高要求，尤其是女性，往往都觉得年纪大了，可不得对自己好点嘛。可现实就像一盆冷水，哗啦一下浇下来，给他们的往往都是些情感经济上的挑战。这不，前几天小静终于约了一个男士相亲。这男士叫小李，35岁，是我认识的一个挺有本事的单身汉。他工作稳定的就像一座大山，收入也相当不错，在市区还有一套挺像样的房子。说实话，在这个年龄段的男人里，小李的条件那真的是相当出众了。跟小静比起来，差不多就是最接近他要求的那种类型了。他们俩见面那天，我这心里还挺忐忑的，就像那揣了只小兔子，七上八下的。刚开始的时候，气氛还算正常，就像平静的湖水，没什么波澜。小李也挺有耐心的，跟小静聊了些轻松愉快的话题，什么最近的电影啊，哪里有好吃的啊，就这么互相了解着。可没成想，这好景不长啊，没过多久，小静就抛出了一个让我和小李都惊掉下巴的要求，你能不能先让我看一下你的银行卡余额？他那眼睛一瞪，毫不客气的就开口了。这一句话就像一颗炸弹，轰的一下在我耳边炸响。我当时就愣住了，心里直犯嘀咕，您说啊，正常的相亲不都是两个人通过交谈，慢慢了解彼此的性格、兴趣爱好，然后逐步产生好感吗？可这倒好，难道现在的相亲都变成银行审计现场了？我虽然已经见过不少奇葩要求了，但这一招还真是让我有点措手不及，就像那突然被人打了一闷棍，半天没缓过神来。小李那脸色明显就变了，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就像拧成了一个麻花，语气也变得有点冷。你是来相亲的，还是来提款的？我刚认识你不久，怎么就要求看我账户余额了？小静呢，却跟个没事人似的。她那表情淡淡的回了一句，我有我的标准。男人没点存款，怎么保证未来的生活质量？我们这么大年纪了，可不能随便找一个随便过日子的人。我这时候啊，真是有点忍不住了，心里那火苗噌的一下就窜起来了。我暗想，这姑娘可真是太现实了，难道相亲真的就是为了查银行账户？这想法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又觉得特别无语。小静，你的要求真是高，但也不能这么直接吧？相亲是为了了解对方的内在，怎么能拿钱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呢？我赶忙插话道，想着得赶紧缓和一下这尴尬的气氛，就像那消防员拿着灭火器去扑火一样。可是小静呢，她压根儿就没意识到自己的要求有多过分，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我觉得婚姻就是要讲究现实，不能光靠感情。现在这个社会，找个有钱的男人能给自己和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
为什么不呢？看到他这么说，我这心里更急了，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直打转。我甚至都有点想发飙了，这种只看钱的态度，真的是让我这个在婚恋服务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红娘感到无比的无奈。就像那航海的水手迷失在茫茫大海里，找不到方向。小李这时候也彻底不高兴了，你这个意思是我在你眼里就只是一个银行账户？我们见了几次面，认识了才几分钟，你就能决定我值不值得和你结婚？如果这样的话，那我觉得我们不合适。他说完这话，嗖的一下就站起来了，那架势就像是要马上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我这一着急，赶紧伸手拉住他，小李，等等，别冲动。你别看他现在这么说，其实他也是怕找不到合适的人。毕竟他年龄也不小了，这样的要求可能是他的一种保护机制。可小李这时候已经听不进去了，他直接甩下一句：我不喜欢被人以这种方式看待。然后就大步流星地走了，那背影看起来是那么的决绝，就像一阵风，吹得我心里凉飕飕的。我无奈地看着小静，心里那股子气愤也涌了上来。您说这要求简直就是不把人当人看啊！男人的价值怎么能和银行账户里的数字划等号呢？这是什么歪理？等小李走了之后，我和小静聊了好久好久。他还是觉得自己没做错，那态度就像一块坚硬的石头，怎么也敲不动。他跟我说，他现在见过的男人大多都不符合他的要求，要么就是太穷，兜里没几个钱，要么就是太普通，没什么闪光点，根本就达不到他心中那杆高高的秤。他说，女人年纪大了，肯定要找个有保障的男人，不然将来怎么过日子？我听了他这话，真是想好好跟他说道说道。我跟他说，婚姻这东西啊，真的不能单纯的只看物质。您想啊，要是两个人在一起，整天就对着一堆钱，可心里没一点感情，那这日子过得得多没意思啊！感情才是婚姻的基石，就像那房子的地基一样，要是地基不稳，这房子迟早得塌。而且啊，这过高的物质要求，就像那沉重的枷锁，最终可能会把自己给困住，让自己陷入更深的困境，错过那些可能不那么完美，但却能实实在在给你带来幸福的男人。就拿我以前遇到的一对来说吧，那女的也是要求男方得有车有房，存款还得不少，后来好不容易找了个符合条件的，可结婚之后才发现，两人根本就没什么共同话题，性格也不合。每天除了为钱的事儿争吵，就是各过各的，就像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您看，这就是只看重物质的下场。再看看那些虽然没什么钱，但夫妻感情好的家庭，他们可能住在不大的房子里，吃着简单的饭菜，但每天都有说有笑的，一起为了这个家努力奋斗。遇到困难的时候，互相扶持，互相鼓励，这种感情才是最珍贵的啊！这件事过后啊，我也常常深思，在婚恋市场上，确实有很多人都在追求更好的条件，这也无可厚非。但像小静这样，尤其是一些女性，年纪大了之后，反而更容易对爱情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和过高的要求。她们总是在心里给自己画了一幅完美的蓝图，可现实中哪有那么多完美的人啊？我就见过一些女性，因为坚持自己那些高不可攀的要求，错过了一个又一个不错的对象。等到年纪越来越大，心里就更慌了，可这时候再想降低要求，又觉得不甘心。就这么在矛盾和纠结中，把自己的婚恋大事给耽误了。其实啊，我们在寻找另一半的时候，应该把眼光放得更全面一些，不能只盯着物质条件，也要多去了解对方的性格、人品、兴趣爱好，看看两个人在一起是不是真的合得来，有没有共同的目标和理想。就像有句话说的，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这一心人可不仅仅是指有钱的人，更是指那个能与你心心相印，携手走过一生的人啊。而且我们也要明白，婚姻是需要双方共同经营的。就算你找到了一个条件很好的人，如果你们不懂得互相包容、互相理解，这婚姻也很难长久幸福。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我们都在为了生活奔波忙碌，有时候可能会忽略了爱情的真谛。但我们不能忘记，爱情是一种美好的情感，它能给我们带来温暖、力量和幸福。我希望那些在婚恋市场上徘徊的人们，尤其是像小静这样的大龄单身者，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择偶标准，
不要让物质蒙蔽了双眼，要勇敢地去追寻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您说，是不是有时候我们把条件看得太重了，反而就忽视了感情的真正价值呢？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思考的问题。